台湾的高铁、三道猴子里面的重机、日本954的战斗机，还有影响台湾光阳摩托车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通通来自于这间日本企业川崎重工 Kawasaki。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今天我们要讲你不知道的工业历史的主角呢，堪称为日本三大重工。日本三大重工其中第一个三菱重工，第二个石川岛波摩重工，也就是 IHI， 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Kawasaki 川崎重工。Kawasaki 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一个重机里面非常有名的品牌。在三道猴子里面呢，所骑乘的，你把那个 mark 加上去的那个配色呢，它其实就是 Kawasaki 里面的利克斯 R。而那个呢，是目前台湾人大部分比较知道它是做重机的公司。但其实从军舰到火箭、新干线到战斗机，它甚至挑战了全地球上最快的速度，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 Kawasaki。我知道你也想要听雅马哈，对不对？记得订阅我们频道。雅马哈，我下次再讲。在我们频道以前有拍过一个三菱重工的影片。如果你说三菱重工是日本整个企业国家的脊髓的话，Kawasaki 呢，那就是它的心脏，甚至呢，它是一个影响整个国家工业里面的一个缩影，不是93道猴子。每次呢，我们要讲到一个大的品牌的时候，你都会来自于一个当时的创办人的一个想法。所以 Kawasaki 的创办人呢，他其实出生在鹿儿岛，也就是以前的萨摩藩，在那个是江户时代的末期的年代。当时萨摩藩这个地方，它就是大举开放各种军事改革的一个地方而闻名。如果你有玩 PS5 的《浪人剑客》，你就会知道，在故事情节当中呢，影响这个西方工业跟日本最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在1837年的时候 ，Kawasaki 这个小男孩出生了。当时呢，他年轻的时候，他主要是在卖米的，还有呢做海运，也就是海上的贸易，像是台湾的什么股票航海王，什么阳明啊、万海啊，就是海上贸易，我把你的东西运到哪边，你把你的东西运回来这里。他在贸易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就是这个西方的船只啊，对他来讲有一种深深的着迷跟幻想。当时那个年代是一个蒸汽船就是大举发展的年代，当时的日本人还在那个武士刀的那个年代，看到就是许多的西方工业的蒸汽进入日本的时候，也造成了对 Kawasaki 这个人就产生了一个浓烈的兴趣。很快的来到1860年代明治维新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讲工业革命，很常会讲到明治维新，然后明治维新对于日本人的影响跟对于台湾人的影响。当时1860年，距离川崎他已经23岁了，在23岁的他呢，他就发现，在他以前用船运啊、船贸易的这些小木船啊，远远的能量跟能力不及于就是那些钢铁大船，所以呢，他也在想他的船的性能能不能够跟当时的现代化蒸汽船能够有一样的性能感，所以他一开始就开设了造船厂。但你知道他从23岁看到蒸汽船，一路到他开设了造船厂，这个时间经过多久？经过了18年，他已经41岁了。他在41岁的时候呢，才在东京开始设立了第一间他的造船厂——川崎竹地造船所。这个呢，其实就是你看到川崎重工的前身了。听到这里，你以后就可以跟大家说，你知道 Kawasaki 以前干嘛的吗？造船的。当时他开立这个造船所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帮助日本的海军啊，不管是海上啊，或者是军事上面的一些供应跟发展。所以很快的，1886年，日本的第一艘金属舰的船，就像台湾造船业其实有分很多种嘛，有些人是在做玻璃纤维的啊，现在应该没有在做木船了吧？没有了吧？原住民，这样不会出事吧？原住民传统，达悟族对啊，原住民。然后又有分成是有些人是做铁壳船的，像我们海巡啊，或者是军舰啊这种铁壳船。而在1886年的时候，唯一日本做出的第一艘铁壳船，就是由川崎重工，当时叫做川崎竹地造船所。所以它其实是当时日本第一间能够自己自制出一艘铁制船的公司。所以一路到2次世界大战内战期间，它其实一直都是日本海军的军舰的供应商。但是呢，回到创办人山崎正藏还活着的这个年代呢，他其实在做船的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如果我只做船，是没办法把我这个企业或者是把我这个整个公司的产业啊，就是多角化的发展，有可能会嗝屁啊。因为当时就是大家一窝蜂的全部都在搞船嘛，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多角化经营，我应该要来弄点铁路，或者是弄一些机械制造，或者是一些能源设备。就是应该用不一样的工业发展，然后去做多角化的一个分散风险的方式去做经营我的企业。所以呢，为什么现在你会看到川崎重工呢？川崎重工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它互相支持着，而且呢，也是它这个不同的子公司啊、跟小公司啊、跟各个部门啊，它就能够做出不只是船，还有飞机。
到了1918年的时候，你知道日本第一台飞机是谁做的吗？Kawasaki。对啊，那时候几岁啊？1918年的时候嘛，他是在1837年的时候出生嘛，所以在1918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死了。其实川崎正藏这个人哦，他的人生历史哦，坦白说，以他的产品啊，跟他的军事的那些记录比起来哦，相较于他量体比较少一点，可能他比较低调。但他其实在191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世了。不过我觉得日本企业很多很厉害的就是。当时是创始人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之后，他竟然后面能够像个种子一样分散成各个部门、各个角色。这个东西更奇葩的就是在之后的雅马哈会跟大家讲。回到 Kawasaki 上，在他过世的6年后，你看他的小朋友们，就是他的公司们没有把他的家产全部分掉，他一样就是按照他的遗愿，想要发展飞机这件事情。在他过世的6年后，1918年，他设立了飞行机部门，他设在日本的兵库县。我们刚刚所提到日本的第一架金属的飞机，也就是他们做出来的哦。你知道之前飞机有木头做的吗？莱特兄弟。对，很早。关于飞机的历史，有机会我们再另外排集跟大家说啊。1918年设立的部门，一路搞到了193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坐飞机不容易啊！我们之前有拍过，就是坐飞机里面的零件嘛，它的精度要求跟它的加工的系统，其实跟坐船又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所提到的，船如果你不会动，那在海上飘；如果飞机不会动了，它就从上面摔下来。193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地方坐飞机最厉害的吗？德国。于是呢，除了 Kawasaki 他们之外呢，日本当时就选出了很多非常极为优秀的学生们，跟极为优秀的工程师们。1931年的秋天，你们一起到德国去学习。当时呢，他们这些人参观了巴伐利亚的飞机场呢，就是极为震惊，就发现，可恶，我们一定要回到日本来，好好来振兴一下日本的航空产业。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在曾经哪一集听过？福特参观完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搞一个企业 ，Toyota， 就是日本丰田就这样子被弄起来。去看完美国人的福特，然后就赶快回来用这个。日本人跑到德国去看完巴伐利亚的飞机场，我一定要回来弄自己的战斗机。台湾有些政府官员跑到国外考察，回来之后写一个手，请公费。但他们回来日本开始坐飞机的时候，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顺遂。其实就隔2年而已。1933年，学超快。1931年去，1933年开始坐飞机。当时呢，他们就开发了一台飞机，称之为低翼单叶机 KI-5。不过当时的开发其实是有点失败的。原本是陆军跟他们采购，但是飞一飞之后发现很容易故障，很容易出问题，因为设计本身有问题，所以川崎差一点倒闭。但是呢，如果你是喜欢飞机啊，或喜欢战斗机的人，你应该有听过一台战斗机叫 KI-10。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就会听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工程师叫土井武夫，听说他独自开发出了这台 KI-10。又过了2年，1935年直接试飞给日本的陆军看，然后当时呢直接下定了，又让他们起死回生，金流又没问题了。而这台飞机呢，也就是常常在军事跟航空业里面你所看到的那个经典的战斗机，叫做954战斗机。1935年嘛，在当时军事很发达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之后就是2次世界大战了。当时日本、德国跟意大利，他们都被称之为主轴的入侵国。但很快速的，1945年2战结束，日本战败。所以日本所有的军事呢，全部都不能再搞了，全部都只能仅作为自卫用。为什么一样叫做自卫国防？我说起来就有点怪怪的了。自我防卫使用。小时候你在看课本的时候，你听自卫队，看你是不是有在偷笑？班上男生不是小时候看什么日本自卫队，然后你就会问旁边男同学说：“你要参加自卫队？你要参加自卫队？”小男生的童年真的很无聊。所以在这个时候，Kawasaki 他就不能从事军事了嘛，他只能开始从事民间的各种商业设计跟运用。所以呢，他不能做战斗机了，他就开始去做商用飞机。商用飞机其实在当时的波音747、还有767跟787，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零组件跟关键的零件都是由川崎 Kawasaki 重工他们所提供制造的。但是你看以前长期提供就是军队啊军事的公司，如果他今天已经被就是各个世界国家限制不能做军事武器的时候，他干嘛？做摩托车。所以他其实是先坐着船、坐了飞机，然后才坐摩托车的。而他的摩托车引擎呢，其实是在1949年的时候是从飞机引擎转过来的。到了1952年，川崎工业这间公司打造出了第一颗川崎1号的摩托车引擎。如果你现在才买得到老车哦，你有可能是可以买到这个车的引擎的。这有可能，以前不是很早期的时候，大家喜欢玩那个 B1 吗？那个 B1 还算新哦，类似这样子的，就是那种 ON 啊车，你知道吗？还有黑烟车，台湾其实还是买得到的。那颗引擎其实就是从飞机的引擎去转过来的。
于是呢推出了 Kawasaki 第一台摩托车 Meihatsu 125，长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 B1 其实算是更后面更新一点的。以前我们在那个复兴路有个阿伯有这台车，那你知道当时Meihatsu这台车125哦，它的时速能够到多少吗？震惊全世界哦60，时速81，它可以上74号快速道路，而且它当时创下了一个非常屌的历史，就是它行驶了5万公里，没有故障维修的记录，在当时日本震撼了。你看现在台湾，不要说5万的摩托车做出来的5000干有问题。1956年呢，70年前的摩托车哦，它骑5万公里都不会故障，都不会有问题哦。为什么现在过了60-70年后，台湾的车厂就不能好好做摩托车了？说到了引擎，说到了旋转，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机器也是靠着旋转就改变了整个市场，创造出一个超大的经济体吗？那就是磨豆机。感谢本期赞助商肥肉磨豆机。你知道专业跟业余最大的差距在哪边吗？就像是你出去喝咖啡，专业的咖啡店跟你家冲咖啡里面，除了水之外，最大的遗憾跟最大的差距，那就是磨豆机。而你知道磨豆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幻的工业设计哦。就算一样是磨豆机，光它的刀盘跟它的材料还有它的角度不一样，一样的豆子，你所磨起来的样子，还有你喝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而这集的 Sugar Daddy 呢，就是这台的 ODE Gen 2磨豆机，它的刀盘采用 CNC 切割，每一个角度都有独家的设计。它有营业用等级规格的64mm 平刀刀盘，有效的能够提升研磨的效率以及颗粒的均匀度。这均匀的密度和切割出不同的形状，都能够让咖啡的风味表现更好。而有用过咖啡机的你就知道，咖啡机最讨厌的呢，就是磨出来的那个静电。这台呢，它有电离子除静电的技术，透过新的技术呢，产生出离子电极，它能够让出粉口的区域的空气呢，产生出电荷。这个电荷它能够中和研磨时所产生出的静电。而这台机器呢，最厉害的就是 PID 控制转速稳定，针对不同的阻力呢，能够调整出不一样的扭力输出，让你的转速维持稳定一致，这样才能够让你研磨出来的豆豆均匀又细腻。当然，泡咖啡茶温也很重要，这个茶温太烫了，喝不下去啊。这台呢一样是 PID 精准控温，你可以一度一度的往上调。如果你有钱一点，你更讲究、更细腻一点，你可以用0.5度、0.5度调，那就是 Pro 版本的，用最刚好的温度来泡出最好喝的咖啡。你都可以花1个月60块钱加入我们的会员来支持我们的频道，同时呢又可以获得磨豆机最便宜的价格，一起当个细腻的男人，泡出最好喝的咖啡。所以大家知道，到1950年代一路到了1990年代，到了2000年代，这就是一个摩托车产业大爆发的时代。所以呢，他们在1970年代里面有几台是 Kawasaki 非常经典的车，那就是力万、力4代。你在现在很多比较早期的漫画上面，或者是有一些卡通，你可以来看到就是力万这台车，堪称为王者力万啊。而且当时力兔呢是只有在日本他们当地才能够有贩售的，台湾还是有人用废铁回收的方式运进来台湾，重新再把它组起来。当中呢，一路到其中有一台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1984年的时候，日本有一台非常经典的 Kawasaki 机车，那就是令甲 GP 力900R。你知道当时的速度极为惊人，它虽然是1984年的车哦，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好像17岁的时候，我有骑到。当时它的上面的那个码表极速可以到250公里，时速250公里。它那个时候有做一个测试嘛，好像0到400公尺，它大概好像10秒而已，非常快。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车厂那时候会有那台摩托车吗？因为当时我的老板是阿汤哥的死忠粉丝，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叫《捍卫战士》，《捍卫战士》里面他好像就有骑了那台摩托车。所以当时那群中年男子都幻想，我好像骑的那台摩托车就像是阿汤哥一样。在当时那个崇洋媚外的那个年代里面，就是好莱坞的电影，你会选一台日本的摩托车，然后拍到电影里面，哇，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对于任何日本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尊荣，我们生产的摩托车能够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所以就是一举成名，也是让整个摩托车的圈里面就是砰，就大家就整个大爆炸这样子。当然，如果你是喜欢 Kawasaki 重机的人，那你一定会知道一个叫令甲的系列，忍者。那你知道令甲里面有一个系列叫做 H2R， 这个 H2R 的摩托车呢，我不太确定现在还是不是，就是堪称为目前地球上量产，就是不是什么改装啊，然后经过什么那个，而是出厂的时候就是量产那最快的摩托车。所以它称之为最快呢，有些人形容就是它是从0加速到100有多快然后有些人是说它的极速能够到多快。那有些人呢是用0到400公尺，然后它加速的速度可以多快？根据历史的统计呢，它能够一次输出300匹的马力，
它的极速测试到最快是多少？400。时速400公里，重点是时速400公里，你还能够抓在摩托车上面跑，我觉得这是比跑时速400公里还要更难的一件事情哦。那台湾高铁你知道多快吗？315，大概310几。就目前我搜寻到的资料来说，它目前在世界上的摩托车的速度是排名第2的。但为什么刚刚说第1，它现在是变第2呢？是因为前面的那个第1是谁呢？是劳斯莱斯，他把飞机的就是类似那种喷射涡轮的系统，然后装在摩托车上，所以它算不算是摩托车呢？看你怎么定义摩托车。但是如果像是以传统就是摩托车的引擎啊，然后加汽油啊，不是一些怪科技的话，据我所知，它还是最快的。而且你知道 Kawasaki 对于台湾的摩托车产业有一个最大的影响角色，那就是光阳。当时人称为叫双 K 连线、双 K 组合。那关于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讲。不过你以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Kawasaki 它就一直开始做摩托车了，它同时其实还是有在做铁路、做新干线的。所以在现在，你台湾所搭到的高铁，每次你一听到这个声音，台湾2007年开始启动的高铁，它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抵达台湾了。而那时抵达台湾的高铁列车呢，就是川崎重工制造的。我能够说它是制造吗？应该是说它是主要完成全部整合主力的角色。不知道台湾高铁什么时候会找我们拍啊？实在是啊！而你看，台湾高铁都已经服务台湾将近20年了，你应该都不知道它其实就是 Kawasaki 做的吧？经过了20年后，我们回到了现在，许多台湾人看到 Kawasaki 还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摩托车的品牌，它就是一个重机的品牌。当然，它在重机里面也做出了一个极度技术性跟极速的突破，就是它其实在2024年的7月的时候，它搞出了一台重机，叫做氢燃料重机。一样呢，它其实就是个能源公司嘛，也是一个机械公司，也是一个摩托车的引擎的公司。当时他们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震惊了全世界啊！而这台车子的名字呢，就叫 Ninja H2。简单来说，它就是把高压的氢燃料，把它注入在你的摩托车里面。当时在日本的林路赛道上面进行测试，基本上它完成了非常多，就是非常厉害的测试啊。这个有机会的话，或者是台湾应该有很多专门做赛车题材的频道，大家可以去看，应该可以找到它的资料。说到这边，你是不是又重新认识 Kawasaki 这个品牌呢？从造船到铁路到飞机，一路到摩托车，川崎重工可堪称为日本3大重工业里面的心脏。不知道今天讲的川崎重工的是不是你喜欢的品牌之一呢？或者是在 Kawasaki 的重机里面，你喜欢哪一台车款呢？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我们讲这些奇怪有趣的工业历史的话，你可以按喜欢，那我大概会知道你们也比较喜欢这类的题材，那我还可以拍更多。或者是你想要支持我们频道继续做下去呢，你也可以每个月花一杯饮料的钱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来成为我们的会员。在会员频道里面有很多外面人看不到的影片哦。那以上就是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你知道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在车厂工作啊。以前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摩托车要帮人家要烤漆嘛，然后要重新组装啊。有些人会去改那个前叉的那个弹簧啊、油啊。有一次呢，我记得我才10多岁，那台车改了2个礼拜，终于改好了。于是呢，客人他那天要来拿车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学徒嘛，我才10几岁，我就要负责把车子牵出去给那个客人。然后我就牵那台车，牵到路口的时候，我脚被一个石头划了一下，那台 Kawasaki 的重机直接在那个客人面前直接倒下去，成交，啪！然后直接烤漆的在这边全部都毁掉。那个人的电话到现在还存在我的手机里面。那你知道最后怎么样了吗？我放在会员频道里面告诉你。会员频道见。